干什么呢？小心点，不是？别碰啊！不是保护现场，不知道吗？新来的同志，你再把人吓着。没事吧？我第一次见尸体的时候，我差点没吐了。跟2月26日那起有关联吗？致命伤是一致的，利器切割喉咙。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还有，死者都经历过性侵。上一起案件的受害者头部有钝器伤，指尖里残留有凶手被抓破的皮肤组织，跟这一次还是有不同的。那也不能排除不是同一个所为，没准上一次罪犯啊作案的比较仓促呢。如果真是同一个人所为的话，那他这一次准备的更加充分，性侵时还特意戴了安全套。他是八坏人吗？保卫科双雄的思路够一致的啊。从那边走，我从这边走，咱俩到里面汇合，好吧？好。那边。
88年到92年系列杀人案，简称88案，受害者全都是年轻女性，生前遭受性侵，死亡原因为利器切割喉部。凶手选择在居民区或者矿场附近的偏僻地点作案，作案时间选择在雨夜，以此来掩盖作案痕迹。从受害者伤口判断，凶手是左撇子，作案手法残忍熟练。92年。凶手在最后一次作案后突然消失，至今下落不明。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你比陈山和童志距离嫌疑人更近，那你为什么晚到了？我睡了多长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不到10分钟。中了大奖了。要不你再眯会儿？睡不着了，神经衰弱就这样。那你得多难受啊！我值个夜班都得缓好几天呢。这些都完事了吧？今年能调到的重大刑事案件汇编都在这儿了。这是女性受害者案件，这是男性犯案人员案件。卫队，后半夜冷，你自己注意点。好。你会先走吧，到时候我把电闸拉了。那行，你慢慢看。后来了，下班。来了，超。哎，卫队。卫队，那个兰园抢劫案在哪儿呢？刚才抓了一小子，好像就是正主。东北左手第3排，628、629那一块。0628。我记得当时一共报过3起吧？第3起没法并案。0928那块。你蹲下来。右手边，928，你看看。为啥呀？因为头2起都是一脚踹门而入，第3起不行，一扇门上6个脚印，无论是破门方式还是力度，都跟前2起不一样，所以没法并案。哦。就服你。怀中市428强奸杀人案，受害者为中年女性，生前确实遭到过性侵，但是经过尸检发现，致命伤在颈部，水果刀穿刺而成，而且还有多处的反抗伤，可见凶手暴力侵犯的力度并不大。所以不能和88案并案。今天这行动怎么回事？没怎么回事，就是得了个信儿，说是有一群广州人要到我们这搞事情。孟老三知道他们住哪儿，我们就过去了。不知道行动之前要汇报吗？不耽误工作吗？不是我报给谁，不是也得报给您吗？您这么英明，您能不同意吗？
所以省了这个手续。再说我们就过去探探风，谁知道探来探去，宋哲那小子出来了，气死！什么叫那小子？人家进队比你早，好不好？早了不起啊！这当然您了不起，他不行。你对人家尊重点行不行？毛病！你还别说，宋哲这次啊，守着上线得下线。你没过去之前，人家捂住了5拨人，战绩不小的。如果没有你啊，很可能还会扩大战果的。我向他做深刻检讨。啊，你说说你们两个啊，提付出的事儿，组织上刚考察完，这都没问题了，你非要闹这么一出，你说现在你怪谁呀？我没怪谁啊。那怪你自己，你怎么办呢？那都是人民公安，都为人民服务，我有啥可怪的？当不当副处长能怎么的？行了行了，你觉悟高。哼，狐狸呀，吃不着葡萄，它够不到，它就说葡萄酸了。吃葡萄当你能死？哎，你小子是不是也该找个女朋友了？帮你没事整理整理呀，洗洗涮涮的。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熊样。是不是谁愿意找我呀？白天不着家，晚上回去该睡觉也睡不着，那找我不就是耽误功夫吗？你有什么功夫可耽误的？我想听听。啊？办88案呢？你呀，我问你，像这样一个强奸、杀人、恶性连环案的人，怎么就会突然4年不出钱？难道他是良心发现，心说不干了？会不会得了什么大病，失去了这个作案的这个能力，甚至死亡？对吧？现在想把他挖出来是越来越难了。那该挖也得挖呀。是啊，为了这个案子，你这没白天没黑夜的，把自己还真的折腾够呛。到现在，这得了失眠症了。但是国平，在宁江呢，也不止这一条案子。那些所有的案子也不都是你的，主次还是要分得清，要想得开，往前看。回头啊，抓紧时间，赶快把88案的材料整理出来，准备移交。移交？对。凭什么？命令。谁的命令？我的。那不听。什么？我的案子我凭什么移交给别人？我的命令你不听吗？我的案子我就不能移交？你跟我拧是吧？那好，明天先去水库干啥？锻炼。去了去了，又不是没去。气我呢是吧？啊？来了，佩姐。上面好多钱呢！哎呀，怎么打我爹妈的神经痛啊！没有，就前面一个门。注意点！上山了啊！干嘛？你去哪里？干什么？哎，魏哥您来了。哎，您搁这边请。又到几盘啊？2盘，香港那边过来的。哦。而且还是带字幕的那种。您呀就安心看哦。然后您看您想吃点什么？来，票钱。然后你再上隔壁老王那儿给我端碗馄饨，多放辣油。好嘞。
whenever you slough off skin cells, for example, you're regenerating cells constantly. The cell that you have has the DNA in it, and in order to reproduce the cells, your body makes copies of that DNA. 脱氧核糖核酸可以用于辨别凶手身份。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你比陈山河同志距离嫌疑人更近，那你为什么晚到了？我跑错路了。你对电机厂那一带很熟悉啊。那受害人怎么样了？
阳站下车。出租车。坐车吗？不用了，谢谢。我市气象台在凌晨2点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今天6时，我市迎来了近10年来最大的降雪。到明天14时，宁江市将持续遇加雪。降雪带来的降温和冰冻天气可能会影响您的出行，希望市民合理安排出行。没什么大事啊。卫队，你可来了？怎么了？出大事了，不然不可能惊动你们。来，让一下。没什么大事，互相支持一下，时间不会很长的，好不好？互相配合一下。包所，往后退。这是我们豆芽桥所所长包维强。大家好，来了。情况是这样。今天上午5点15分，我们辖区的一个环卫工人到所里来报的案，东西呢就是这垃圾箱里发现的，现在就在他家里搁着呢。什么东西？去看看吧。走，来走。来让一下，让一下。在什么楼？疑似部分人体组织。据负责这一片的清洁工讲，昨天晚上干活的时候，他在垃圾点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包裹得很完整，不像是一般的生活垃圾。因为以前也有人经常把食物不当作垃圾扔掉，所以他就把垃圾袋里的冻肉拿了回来。回到家里，他手
烧了水，打算给肉解冻，结果就发现了人的牙齿。二哥，2个组，3件事。把今天所有咱们到场的警察都分成2个组，让咱们刑警做主导。第一组把外围沿途所有的住户都摸一遍，问问他们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谁在这扔过东西。第二组把你们辖区内所有的这个垃圾箱赶紧封了吧，一个一个查。他们所周边的这个4个辖区派出所，一个都别漏。明白。卫队，又冒了，哪儿？四坡路。 3队上车。同学们，因发生重大案件，今天的课暂停一次，大家自行复习啊。 陈勇，去那边看看，了解情况。好，你跟我走。大姐，麻烦问一下，那段垃圾什么时候清的？我们一般是早晚各清理一次。人命关天啊，希望你认真配合啊。你这有什么其他情况，你也可以跟我讲，我不跟你领导说。什么时候清的？我前2天滑了一跤，在家里歇了1天。 所以哪天清的？前天下午刚拉走了一车。前天24号。好，哎，先去吧。来，24号，那就是24号夜里和25号抛尸的可能性最大。这2包尸块应该只是一小部分，至少还有60、70斤不知道在哪儿。二哥，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时间线再往前拉？比方说23、24。 假设都有可能有人抛呢。那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时候抛的会不会现在已经进垃圾处理站了？很有可能。那这垃圾这个，老包，就整个咱们这一片这个垃圾啊，一般是归置到哪儿？哎呦，真是这样，我赶紧安排人去问。赶紧。这个包明显比高架桥那个包要重得多。如果那边那个包可以手提着，这个包恐怕拎不了多远。所以我怀疑凶手有交通工具，至少是个自行车。咱这么着，假设是豆芽桥、四坡路，往西颐和南路，往南华中路。 这是分进路是吧？对。抛尸案的特点一般是越抛越远，近的用手提，远的用交通工具。那豆芽桥这儿，有可能离案发地点更近。咱们这样，往前推，时间拉长啊，5天。
你们去打听所有刚才我提到这些路段的夜巡民警，值班的时候谁看见推自行车的可疑的人，尤其是后座或者踏板上有包的，明白吗？散。情况怎么样？结合刚才豆芽桥的，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人体组织，但是具体情况呢，要回化验室才能确认。你回化验室那是肯定的啊。你现在就是说，在假定的情况之下，你能给我什么？你估计大概？时间紧迫。根据牙齿的情况，可以判断是个年轻人。有多年轻？15到35岁之间。有点太快，你给我收。收点。不是，它这里面是有一个生理差异化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收。根据我的经验判断，20到25的概率最大。性别？这个是真不知道，我们现在掌握的证物太少了。好，明白。谁让你来的？水库看好了？水。对。目前什么情况？今天早上，你讲。是，碎尸案，目前只发现了豆芽桥和这儿的2包，剩下的都没有找到。附近4个派出所，除了留下几十个人挨家挨户排查，剩下都撒出去翻垃圾箱了。这样啊，现在这个案子呢，就由你来指挥。是。你怎么的？还想继续看水库吗？3队同志呢？3队了，来了，过来。3队的同志，1人进1个队，带领其他同志熟悉一下情况。别愣着了，行动。是。咱们去那边。你这查过的混在没查的里边，这也没地方。这么多人在这翻，都乱了套了。二哥，这什么地方？地刷厂早倒闭了。哦。我们现在啊，查过的和没查过的垃圾已经快混到一块儿了，得想办法区分一下，好吧？好吧，师傅。站长，咱们这个垃圾的堆放是按照您跟我说的大概日期来的，是吧？都没错。师傅，你们人多，先把离现在最近的门口这个25、26号这部分清出来，好吧？彭勇，你带组人，在围墙西头开个口子，把已经检查过的往印刷厂大院里边排。然后是22号这一片，垃圾最多也最有可能有线索的，直接贴着它，从东面开个口子，扫完一部分就运出去一部分。等这2部分都清完了，地方也腾出来了，咱们再回头清23、24号这2堆。还是那句话，不光找石块，还要留意有身份信息的物品，好吧？好了，开走了。别动！后撤。江东宁江市。没有，应该没有这个市字。宁江什么分公司？这应该是22号的垃圾。兄弟，你先靠边喘口气。好，没事，我还行。
我叫技术科的人，顺便给大家带点姜汤水。啊，再弄点感冒药过来。好嘞。啊，怎么了？说，小红庙派出所来了个电话，说有微信群干警看见过可疑的助力车。大哥，哎，我跟他去一趟，你把这趟看好了。好嘞，赶紧让技术过来。离开那个，这个东西现在谁也不许动，明白吗？我们这片啊本来就很偏，过了晚上10点，马路上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22号夜里吧，那时候雨刚停，我正好在马路对面处理一个醉汉的事儿，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人骑了一辆助力车，从这条路往上面走了，踏板上还放了一个桶。那个时候我把醉汉的事儿处理完，我又看见他从那儿出来了，大概是3点多1点吧。他去哪儿了？哦，往那边去了。哦，奔市区了。对。当时他看见了你吗？应该是看见了。啊，你穿制服了？穿了。好，先撤了。哎，感谢，辛苦，谢谢。这里边再查查去。这里头查？不是头，你是怎么断定他是过来抛尸，不是住在这附近的人啊？人刚才怎么说的？这人过去又回来，都是从他们眼皮里过去的。人就穿着制服，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对这地方根本就不熟，怎么还可能住这儿？啊，对了，头，这里头所有的垃圾桶，派出所的同志全都翻遍了，结果呢，啥都没有。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对这地不熟，没找到垃圾桶，他就没抛，带着东西就走了。你真觉得这是垃圾吗？能带来带去的跑？那就算那里头有啥，你不会认为就凭咱俩就能把东西翻上，不回队里？你现在啊，帮我一忙，啊，做好一件事，啊，这啥事儿？把嘴闭上。好。这3条路走哪条？这店可太容易藏东西了，找都不好找，一点火什么都没了。你们怎么知道的？那天晚上狗一直叫了好长时间，就一直冲着那个大门外面叫的。走了。好，谢谢啊。
屁股都给我颠碎。这上面这么大雪，这下面这么快停了呢？哎呦，这么陡的坡啊！要没我，你骑都骑不上去啊！这没有车能走的路了。他再提着重物，要我是他的话，很有可能就把东西直接抛这儿来了，应该就在这附近。啊？桶的印子。把东西扔到这儿，我这东西已经很重要啊。下去看看。仔细点啊！一寸一寸磨。每个角落都磨遍了。磨着了。不管磨着什么，都别吐了一边啊！忍着点。飞，出来，让你看看什么叫师傅。那把衣服拿来，快换上，穿上给感冒了。志远，怎么抖这么厉害呀？吓着了。那是个人啊，活生生的人，就那么被分尸了。所以啊，我们呢就得对得起他。好了，照顾点他。怎么成这样了？啊？颅骨骨质发白，表面光滑，应该是经过高温的蒸煮。哎呀，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未成年的。从颅骨的综合特征来看，应该是名女性。要是有其他部分的骨头比对着看的话啊，应该会更加准确一些。我们刚才在垃圾场看到了疑似女性的长头发。我们看这脑瓜顶上这个切口这痕迹，怀疑就是剃头的时候造成的。这个恢复原样需要多长时间？颅骨破坏的比较严重，这轮廓点呢都已经不清楚了，要拿回化验室做一个手工填补，还原这个颅像。但是这样的话呢，还原的准确度不会太高。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什么快说什么，快点！垃圾都分完了吗？
没有，回去接着干，干得精细点啊！哎，知道。去把我那衣服拿着。陆平，累坏了吧？还好，那2片啊，都清完了，什么也没发现啊。我们刚得到消息，受害人是女性，女的。所以是这样，一会儿跟大伙儿讲一下，一旦发现尸块周边的，特别是女性用品，一定保护好，千万别给破坏了。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技术叫过来弄。好。还有，你们在捡垃圾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发现有什么东西，明明看着好像不应该是扔进来，但是不但扔进来，还给破坏了，这些东西也留神。好，啊，交给技术统一处理，好吧？好。有，注意女同志的用品啊！有女同志的用品，注意一下啊！大哥，谁冷吃热的啊？没说给我带一件呢。我跟汤儿，我们俩又发现一包，在哪儿？在一个排水渠里。失踪人员名单给咱们了，我刚催过，各派出所正在统计，随时就能送过来。真够慢的。这个巡警啊，是22号晚上发现的疑似抛尸的人，所以呢，你跟派出所说一声，就让他给我查22号之前失踪的20到35岁女性名单，别的不要。明白了，让他快点，我再打电话。陈社，咱们工厂那个要不要跟卫队说一声？人家现在排查的是失踪人员名单里的人，小高啥情况不知道的，别给人添乱，赶过去。哦，好。叫技术，快跑，快点，快，技术！这跟早上那包一样，全是肉，没有骨骼。这部分，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应该是颈部的环状关节的前呼吸。但是，从肌肉的伸缩程度来看，不像是死后被人切断的，应该是活着的时候被人一刀给割喉了。 来盘生姜。
忙吗？哪儿捡的？你嫂子给带的。我觉得他回来了。什么？那个人，我觉得他回来了。少爷进卧室吧。军儿，哎，地图带了吗？在。找五分河粮站。找到五分河粮站。要有铅笔盒。杨树村小学。找到杨树村小学。好，延安巷。找到延安巷。二哥，五分河粮站，杨树村小学，延安巷。一个钟的话，福安里。福安里。这包石块是从幸福小区的垃圾箱运过来的。那二哥，你手里跑个头吧。好嘞。二叔，就这些蟹壳子、碎酒瓶子，怎么确定是这个小区的？想知道啊？啊，你教教我。去，问你师傅去。你等等我，你别走啊！师傅，你教教我。这么晚了，别让二叔去了，我去，保证完成任务，行不行？你喝得起这个吗？上沟大区。这一瓶赶我半个月工资了。哦，这个月份，你买得着螃蟹吗？买不着。你吃饭用餐巾纸？我不用。明白了。不是，这跟这有啥关系啊？小伙子，这可不能含糊。看你这意思，你还是没明白。你师傅的意思，幸福里是这一片高档小区，就是俗话说的富人小区。阿奎，我这样解释行吗？还有问题吗？没问题。你明白了，我还没明白呢。去了之后怎么做啊？找到这个吃螃蟹的，他有可能是这个抛尸的目击者。不管他去过哪儿，什么时间去的，然后怎么去的，路上都有谁，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闻到了什么，我都给他调查清楚。哎，啊，骑摩托车去。哎，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路上慢点，别乱七八糟的。哎，好，失踪人员名单送过来了。这是近3个月内报告给各个派出所的。新的摸排开始了吗？得等2天，说是人手不够。那是2天之后才能把结果送过来，还是2天之后才开始？师傅，您坐。师傅，您想想，最近咱们电机厂有没有失踪的？没有。再想想，
没有啊。高啊，高秀莲，哎，厂里已经撤案了呀。我人找着了是吧？没有，没有为什么撤案？对，人家家属能同意吗？小周，哎，来，你给那个卫队和这个检察官把那个事儿给说清楚。啊，卫队，就上礼拜一晚上9点多，我刚洗完澡回来，就看见高姐走在我前头，从后门出去了。哎，师傅，等一下！哎。那天晚上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你家里找不着人，他也没有亲戚朋友啊。不是，那为什么要撤案呢？不是，他那个厂长不让说。最近咱们电机厂不是在改制吗？这个聂宝华天天找一帮人来厂里闹，非逼着这工人签字同意。厂长就说这个最近厂里不能出事儿，你出事影响不好，就劝人家属回老家找找，所以就没报案。对，这高姐不是工会主席吗？对聂宝华那帮人的态度就一直就比较强硬。多大了？39，就前工会主席退休，大伙儿选的他。有多高啊？头发多长？身高有1.6米冒点儿，头发是齐肩的。那天你还看见什么可疑的人？有个人，就是砸我们厂长办公室的那个，好像叫虎子。他每次来我们厂里闹事，都骑辆摩托车。什么样摩托车？就那个踏板的那种。明白。师傅，这边你盯紧。好，二哥，咱走一趟。冒火了。大哥，没事吧？放话出去，刚才打我那小子，我要他一只手。卫队，您这是？看见虎子了吗？虎子？不知道。二哥，
不准动！再动，杀了他！别动！让开！加油！别动！使劲！加油！别动！没事吧？没事，马上来人，马上叫你出去啊！那高秀莲说了，他跟虎子对着干，所以把他给绑架。那个前户所问这案子是咱们接手还是移交分局啊？移交分局。头儿呢？行了，虽然扑错了，毕竟救了一条人命。啊？也是。有没有可能和88年226案挂上钩？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都是歌喉。88案前后都在下雨，这碎尸案前面2天也下雨。宁江1年有多少天下雨，知道吗？啊，平均5到6个月。您觉得本案受害人遭遇性侵了吗？目前看不出来。法医提供的喉部伤口与88系列案件受害人的伤口比对结论呢？现在没出来。碎尸案最主要的特征是碎尸，88案具备吗？没有。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单凭一点点关联性就听出并案，你不觉得有点信口开河、异想天开吗？胆子也太大了吧？哎，吴教授，案情分析会胆子大点有什么坏处吗？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我们破案的手段已经在逐年提升了。犯罪分子犯罪的手段为什么就不能升级换代呢？我们假设一下啊，说这个犯罪分子88年那个，
割完喉，他潜藏起来了，一藏就是藏了4年。突然有一天，他被一个身边熟悉的人知道了他的情况，于是他决定必须要杀人灭口，但是又害怕我们警方牵扯出来他的社会关系，于是只能选择碎尸。碎尸正好能掩盖他割喉的手段。请问这么想有问题吗？这么大胆的想有问题吗？喂，你冷静一点。都理解你的心情啊。照你这么说，88案的凶手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特征才碎了尸，是吧？可以。那我就问你了，那为什么选择2月26号这么敏感的日子来抛尸？这可是88案发现的那一天啊！难道他怕我们推测不出来？灯下黑，你不知道吗？不是，非要把碎尸案跟88案扯上关系，这太牵强。为了为提出并案，我觉得个人色彩太强，我认为会影响我们目前办案的注意力，不建议采纳。什么叫个人色彩太重了？哦，您是觉得说我要并案，我是因为我这么多年心里这个坎儿过不去吗？我难道不是吗？陈山河的牺牲，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但他的死，应该是你的动力，而不是你淡化纪律意识、凡事自作主张的理由。对，你这些年是做出了不少成绩，但我也听说，麻烦也没有少惹。回到案件本身，不要因为个人情绪而陷入偏执。喂，领导不理解，我特别理解你。我用不着你理解宋哲，你说什么都可以，唯独这件事你理解不了。你说你今天跟那吴教授较什么劲啊？人家省里来的专家，旁边还那么多领导，咱同行都在那看着，你多少你得给人点面子。你呀，你这心里面有一块大石头，你这大石头要是放不下呀，你迟早得把自己压垮了。来，谢谢啊，菜齐了，吃饭，吃饭。哎，老板，你这个这都什么菜啊？这是豆角炒腊肉，肉末茄子，芹菜牛肉，腐竹肉片。肉呢？里边有啊。啊，那个最近不是天气不太好吗？下雨下得多，你吃点素菜解毒。就因为老下雨，所以要多吃肉。扯什么吃素排毒？是不是怕了？肉都不敢吃了？啊！你白长那么大个了你啊！行，你不，老板，给你添个麻烦，麻烦把这4个菜帮我回个锅，该添多少肉添多少肉，好吧？行，不好意思啊。没事。小飞，托盘拿来，麻烦了啊，把菜撤了啊！哎，没事。谢谢啊。不好意思啊，哥几个，哎，这红烧肉算我的。你们都是小汤的哥们儿，那也是我的哥们儿。其他菜重做，很快啊！稍等。谢老板啊，抱歉，谢谢啊。我知道啊，你徒弟在这里有心理阴影，你们也别笑话了。你们二叔我当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想起那年的时候啊，碰到第一个案子啊，陈尸案，还是个老奶奶，水里泡了6天。我当时在岸边，我一看，哎呦，这家伙给我吓的，我那脸比他还白呢，是吧？打那以后，见着水我就怕。可我现在学会游泳了，知道怎么回事？那一次在岸边正找线索，我那队长趁我不注意，咣当一脚就给我踹江里去了。我这扑通就会了，没有过不去的，知道吧？都吃啊，谁也不许落下。来，吃。你看着干什么呢？来。你怎么知道我要查性爱的？没事，别老瞎打听，弄得好像我们这有什么行动，你第一时间知道，这成什么了？这是我求着你来的吗？小聂总，哎，跟魏警官说说那姑娘的事儿。啊，行。哦，是这样的，我们这儿呢有一个兼职的姐妹叫艾艾，上个礼拜就没来上班了，电话也联系不上，东西还在。
当天工资也没减，这也奇怪了，他是因为缺钱才晚上兼职来上班的。爱，他真名叫什么？真名都不知道。东西在哪儿？啊，里面这边请。好。啊，就这儿。我记得是，啊，这个。这个爱啊，人走了，东西还在。这都是。妹妹，看什么呢？啊？哎，走，不是走，妹妹在车里呢，你别废话。师傅，哎，你好，是警队的，了解一下情况啊。你看看这个，他们说这个爱真名是爱英。爱英。他有主项。不一定。别瞎猜，回去。我要看你亲手抓住他。那你一定也知道，我比你还想抓住这个人。又怎么了？把衣服拉上。我不能。这是幼儿园。问你提醒。怎么了？把衣服都扣上。不了。幼儿园。